跟着季节开运好路，好运快来坏运跑路，有时不用波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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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怪，我的笑容都比你的假。你的灵感太过派来 get 灵，季节呀西呀地。What's good？ 全球乡亲安 ，Welcome back to 所长开讲。所长你好啊，大家好。所长开讲是一档探讨开运哲学、宗教民俗的 podcast 节目。我是你们的 host 小蛙 Frank 蛙，我是灵根集集的所长王伯钧，灵魂的灵，树根的根，带来双倍吉祥的集集。接下来的时间就由最有料的主持人小蛙和我一起陪伴大家来场水曜日的脑内微革命。OK， 所长 ，I got a big one for you。我最近滑手机啊，满眼都是那些穿着便宜西装的所谓人生导师，在那边贩卖焦虑，什么30岁应该有多少存款，念某某科系的本来轨迹是怎样。Oh please， 说实在的，我白眼都快翻到后脑勺了。这世界哪来这么多莫名其妙的你应该？这种用世俗 KPI 来绑架别人的 performative art， 到底是他们有病？还是我看不惯这种社会伪善，我有病？Frank， 你没有病。其实现代人的头顶上啊，好像永远悬着一个看不见的时钟。这个时钟精准地设定了你的人生轨迹。30岁要存到第一桶金，40岁要当上主管，几岁之后就该认命、认老，黯然退出战场。好像什么时间点该做什么事情都被社会的集体潜意识给规定死了，像是一台单向的有轨列车。 Exactly， 而且还是一台没有冷气又拥挤的廉价列车。我的感觉就是这样，每个人都在装模作样的挤在里面，总是会觉得自己被推着走，沿着轨道小心翼翼。我记得以前在不同城市旅行时，常常看到赶地铁的人们眼神空洞，仿佛只要偏离既定的路径，就是一种无可挽回的罪过。压力超级大。但最可怕的是，当你看到旁边那个谁谁谁好像做到了，你就会自我催眠，好吧，可能我也得这样，然后默默把自己的感受关掉，跟着那群丧尸随波逐流。It's tragic, darling。顺着大潮随波逐流是人性的合理，但认为随波逐流不合理，想要抵抗的你也同样合理。每个人本来就有自己的时区，奥巴马在47岁当选总统，而川普已经78岁了，还在为选举拼命。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命，你可以顺服，也可以抵抗，同样精彩。说到抵抗天命，我就想到印度神话中最具有反抗精神的仙人。哦，最摇滚、最爱砸烂规则的仙人吗？他叫做仲有仙人 Vishvamitra， 他可是把自己身上的所有的原厂设定全都彻底撕烂，成为打破阶级壁垒的极致象征。 Wait， 那还真是名不符实。最摇滚、最炸裂的反抗者，居然叫做仲有仙人，众人的朋友。这听起来就像一个死亡重金属乐团，结果团名叫做乖乖宝宝好学生，一样荒谬耶。Frank， 你这比喻很精准，但如果你了解他的生平，你一定会刮目相看。他不止不在乎自己的原厂设定，他连别人的原厂设定都要彻底毁灭。哦，怎么个毁灭法？曾经有一位叫做Trisanku的国王，异想天开，想要活着，以肉身直接上天堂。这种违反宇宙法则的要求，当然被天神无情退件。结果，仲有仙人冷笑一声，觉得这有什么难的？他直接帮国王搞了一场物理升天。物理升天 ？Are you kidding me？仲有仙人燃烧了他苦修几千年累积的法力，也就是所谓的 tapas， 就像发射火箭一样，把这位凡人国王硬生生地轰上了天界。天帝因堕罗一看，警报大作，吓得立刻补上一脚，把国王踹下凡间。就在国王急速坠落，发出绝望惨叫的千钧一发之际，仲有仙人对着虚空怒吼了一声，竟然让国王就这样悬停在半空中。Excuse me， 这也太炸裂了吧？那结果呢？仲有仙人就这样算了吗？
天神不给面子，众有仙人怎么可能善罢甘休呢？他不接受这种欺辱，你不让我加入这个宇宙的神界，没关系，我就另辟宇宙。啊，另辟蹊径我听过，另辟宇宙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听到诶，这根本是你不给我位子，我就直接把这家公司买下来，然后开除你的霸气总裁逻辑。It's absolutely insane。但我超爱这种直接掀桌子的气魄。不过所长，一般人早就社会化了，根本不可能有这种魄力。众有仙人这种极致的疯狂到底从哪里来的？是童年阴影吗？这种你不接纳我，我就自己创造新宇宙的极端反抗，其实源自于他生命中一次极度痛苦的降维打击。Frank， 你知道吗？众有仙人，他本来的名字叫做 Kaushika， 他是 Kanyagupta 的国王，也就是说，他是负责带兵打仗、治理国家的刹帝利武士阶级。在古印度的严格体制下，这个阶级的人一辈子都不可能触碰到由婆罗门祭司阶级所掌控的宇宙真理。你的意思是，他在这个阶级游戏里本来连 VIP 会员的资格都没有？没错。相传有一年，年轻气盛的考什卡带着自认天下无敌的大军四处征战，半路上遇到了一位血统纯正的婆罗门，叫做极欲仙人。极欲仙人见考什卡远道而来，于是召唤出如意牛。只要在这头牛的耳边说出愿望，牛便会张开嘴巴，吐出你许愿之物。极欲仙人对如意牛说：“给大军一顿美食吧，要符合每个人的胃口，酸甜苦辣，量身定制。”结果如意牛一张嘴，瞬间几十万大军面前，人人都有了一盘极致的美味。这根本就是活生生的 AI 生成提示词嘛 ，input 指令 ，output 产品。正是如此，考什卡吃了一口，惊为天人。但身为一个充满野心的国王，他的心思很快就不在美食上了。他想，如果自己拥有这头如意牛，天下的版图岂不是手到擒来呢？于是，考什卡决定凭借绝对的武力强抢如意牛。哇，吃相太难看了吧！这根本就是恩将仇报的流氓行径。结果呢？他这种粗暴的世俗手段成功了吗？结果，极欲仙人连眉头都没皱一下，他只是在如意牛的耳边轻轻说出了一句话，如意牛的嘴里瞬间吐出源源不绝的异族大军，一眨眼的时间就把国王考什卡夷为傲的战无不胜的军队杀得片甲不留，灰飞烟灭。Ouch！ 这铁板踢的可真够粉碎性骨折的。考什卡跪在血泊中，第一次看到了自己力量的微小。他深刻意识到，世俗的武力还权威，在绝对的灵性力量面前微不足道。那一刻，考什卡决定了，他不要再做世俗的王，他要跨越那条绝对不可能跨越的阶级鸿沟。他要从刹帝利变成婆罗门。不，这还不够，他要再往上，从人类变成凡仙。哇靠，这已经不是热血可以形容了，这是彻底的疯狂。他等于是在自己世俗权力达到最顶峰，却又瞬间被摔碎的时候，直接把自己的原厂设定给砸了。不过，这在印度的历史脉络里，是不是有点像那个沙门运动，就是主张挑战婆罗门权威、反抗残酷种姓制度的那波浪潮？这可是我最近查资料恶补出来的历史哦。Frank， 你这功课做得很深，完全切中核心。如果我们拉开历史的维度来看，众有仙人的演化完美记录了古印度社会的一场大地震。那不是底层百姓的起义，而是掌握世俗资源的武士国王们对祭司阶级长期垄断神权与真理所发起的一场强烈反扑。你想想，连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他本来的身份也是刹帝利的王子啊。Makes sense， 就是一群有钱有权的世俗大佬突然觉醒，发现这游戏规则太 hypocritical 了，根本不公平，决定不跟你们这些自命清高的婆罗门玩了，老子直接自己开创一套新系统。
在这套反抗原厂设定的时代潮流里，考西卡或者我们说的仲有仙人，绝对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也是我们今天选择他当做主角的原因。聊到这里，仲有仙人的反抗意识跟时代脉络我都懂了，但说实在的，这家伙到底长怎样啊？如果乡亲们去印度庙宇，看着墙上密密麻麻的神像，我们要看哪些特征才能指认出他？这个问题很好 ，Frank。仲有仙人的形象是一位极度苍老的老者，肌肉和皱纹像老树根一样盘根错节。他的头发是标准苦行僧的脏辫，却已彻底花白。他的肤色像斑驳的古老青铜，双眼深陷，但是他瞳孔的最深处却燃烧着能把一切阶级推翻的火焰。那穿搭呢，总是有一些标志性的配件吧？在正统的印度庙宇壁画里，他身上披着树皮或老虎皮，左手拿着一个破水罐，右手拿着一根代表放弃武力的平凡木杖。去印度旅游的乡亲认明这3个特征就能找到他。 Got it， 破罐子、木杖、老虎皮。那刚刚讲到他骨子里的那个刹帝利武士精神，在画像上有表现出来吗？传统的神话图像里是没有的，但乡亲们应该在封面图也看到了。我在设计仲有仙人的外观的时候，我给了他一个特别的设定，我让他背着一把长弓。长弓，武士的长弓。没错，神话里他为了修炼，把武力武器全都丢了，但在我们的设计里，那把弓代表着他从未忘记自己辉煌的刹帝利武士身份，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原厂设定。传统神话给了他仙人的外表，而我们给了他反叛者的灵魂。 Brilliant， 我懂了。所长，那我们把故事拉回来。陶西卡的军队被秒杀之后，决定推翻设定，以范仙为目标开始苦行。这过程总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吧？这种史诗级的转职，系统一定会一直出 bug 搞他啊。考西卡抛弃了王国，走入深山，开始了长达几百年的苦行，也就是我们刚提到的 tapas。tapas 这个词在梵文里的字面意思就是热。人体有进食、睡眠、情欲这些自然的消耗与流动。当一个修行者透过极端的纪律强行阻断这些自然消耗时，他的身体就像一个压力锅，会在内部积累庞大的灵性热能。而宇宙是一个封闭系统，为了平衡这股越来越庞大的异常能量，宇宙法则必须做出让步，赐予修行者超自然的能力。这个 Tapas 压力锅理论在我们所长开讲印度封神榜系列里已经是必考题了，乡亲们请划重点。所以呢，考西卡成功转职了吗？经过几百年的苦行，就在考西卡快要成功的时候，天界的统治者因陀罗慌了。他害怕考西卡成为超越天地的存在，所以派出了天界第一美女仙女 Menaka 去诱惑他。哈，来这招太 low 了吧！考西卡虽然已经超老了，但面对天界第一美女，几乎是没什么犹豫，就坠入了爱河。他累积了几百年的 tapas， 瞬间化为乌有。定力也太差了吧！不过敢爱敢恨，真的有点摇滚精神耶。但考西卡被骗了一次，醒悟之后摸摸鼻子，从头再练。又过了几百年，考西卡又快要成功了。天帝因多罗故技重施，这次派了天界第二美女仙女兰拔过来。这一次，众有仙人连正眼都不看，直接用法术把兰拔变成石头。哇塞 ，Slay， 直接石化。结果因为他没有控制住内心的愤怒，使用了暴力，累积了几百年的 tapas 再次化为乌有。Oh, come on！ 但他学到了情欲和愤怒都会毁掉修行。他再次摸摸鼻子，从头再练。在这漫长的过程中，他还经历了我们开头提到的另辟宇宙事件，那次也让他耗尽法力，被迫重修。总之，经历了无数次的归零，最后一次，因陀罗化身为一个乞丐，亲自来测试他。宇宙最强的 CEO 因陀罗亲自 down to earth 扮乞丐，他这样一直旋转，我可以叫他战斗因陀罗吗？那是一场长达1000年的禁食。考西卡忍耐了好久好久，终于撑到了最后一刻。他把出关之后第一口要吃的食物准备好，放在桌上。
这个时候，天帝因陀罗化身的乞丐出现了，向考西卡乞讨桌上的那盘食物。哇，因陀罗真的是 PUA 大师诶，每次都精准踩在痛点上诶。这个时候，只要考西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或愤怒，他的1000年 tapas 就再度归零。没想到，考西卡点了点头，没有任何情绪波动，把食物全部都给了乞丐。What a man！ 考西卡这个举动证明他彻底征服了自己的五官与情绪，征服了内在的心魔。那一刻，他的法力值直接破表，累积1000年的 tapas 彻底撕裂了宇宙的运作规则，涂抹掉它的原厂设定。他直接升级成连天帝因陀罗都甘拜下风的梵仙。考西卡终于变成了众有仙人。那个极域仙人呢？他当初的死对头已该感应到这个新大佬的诞生了吧？第一个来向众有仙人道贺的，正是极域仙人。那个天生自带光环的纯血婆罗门亲自来到他的面前，承认他的地位。两位仙人英雄惜英雄，为这场长达1000年的意识形态之战画下了史诗级的终点。听完这个故事，我觉得这家伙根本就是印度版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嘛，身上都有一股我命由我不由天的狂傲。他们都在对抗那个庞大、死板和极度 hypocritical 的既定系统。无论中国还是印度，古代的社会体系中充满了令人无奈的绝对宿命论。但在这种环境下，众有仙人凭借个人的意志力，居然产生出足以复写宿命的巨大能量。Frank， 这不正是许多现代人，特别是像我们这样选择离开主流评价体系，在体制外默默打拼的创作者的真实写照吗？社会总是给我们框架，而我们总在试图把它打破。Absolutely， 专注打磨自己的记忆，燃烧创意力，直到连那个充满偏见的主流系统都感到敬畏，这就是众有仙人的态度。还记得今天开头的那句吗？你不让我加入，我就另辟宇宙。这就是众有仙人的身体力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想请大家仔细思考一件事。来了，所长的大哉问来了。你现在正拼命追赶的那个人生进度表，到底是自己真心渴望的，还是社会硬塞给你的原厂设定呢？如果这个进度表不存在了，你有勇气做自己的造物主吗？说得更直白一点吧，40岁当上主管，你真的当上了，但在那张印着华丽职称的名片背后，你是谁？如果今天抽走了这张名片，你又会是谁呢？哇哦 ，Mic drop！ 今天谢谢所长的分享，又是收获满满的一个晚上。我的荣幸。同时感谢全球乡亲的收听，谢谢你们的按赞、留言、分享。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星海加纳 Akaksha， 由他为我们带来宇宙能量气象周报。Peace out。阳光太强，墙角太响，燃起整个八公 ，Oh my God，BBQ 了。黑板上的倒数计时，心情有够复杂，趁现在说出内心深处的话。大家好，我是伊卡夏，为您播报2026年6月14号到6月20号的宇宙能量气象周报。随着时间推移，在这周末的6月21号，我们即将迎来一年之中阳气最旺盛的节气夏至，这代表着白昼的时间达到最长，宇宙的光明能量来到了最高点。同时，这周进入了2026年的第25周，灵数是7。夏至的极致光明，加上代表着探索真理与内在智慧的灵数7，这周的大环境氛围是在提醒我们不要畏惧展现真实的自我。这是一个非常适合把内心深处的信念拿到阳光底下大方发光发热，并且确立个人意志的绝佳时机哦。接下来为您揭晓本周的灵根吉吉开运色，本周抽到的是向日葵色。配合这周的夏至那种极致耀眼的阳光能量，宇宙为大家抽出了代表着自信、
热情与迎向光明的向日葵色。这是一个属于大吉大利的强盛运势。向日葵色的专属诗签说道：银阳傲立灿流金，扫尽阴霾见赤心。莫为骄阳炽烈火，光明坦荡步青云。以看下要特别神谕提醒你，这周的你就像是一朵盛开的向日葵，请把所有的阴霾与自我怀疑通通抛在脑后，大胆地抬起头，面向阳光吧。只要你保持着光明坦荡的心态，不畏惧别人的眼光，勇敢展现你的热情与才华，你就能够平步青云，迎来属于你的高光时刻哦。向日葵色对应的开运48音色为阿拉伯未来主义 （Arabic Futurism）。赶快去 YouTube 搜寻 STEP 开运48音色，找到编号06，专属于向日葵色的播放音乐吧。这是整整1个小时的纯音乐，非常适合你在开车通勤、专心工作，或是放在店里当作背景音乐来播放。让阿拉伯未来主义那种充满异域奇幻与热情生命力的音波，帮你好好净化这周的空间磁场。在你自信迎向阳光的时候，帮你把最耀眼、最丰盛的好运通通吸引过来哦。那么本周的湿婆12伐相运势又是如何呢？请大家对号入座哦。首先，灵兽是白鹤的无声湿婆，你的创造力就像夏天的太阳一样热力四射。这周不要把自己藏起来，勇敢发表你的作品或点子，你会收获超级热烈的回响。灵兽是狮子的大天湿婆，你的事业运来到了最高点，你就是全场的最闪亮的焦点，大方接下长官赋予的重任吧。这周你的领导魅力会让所有人对你心服口服。灵兽是大象的喜乐湿婆，体力与火力都非常充沛，趁着好天气去外头晒晒太阳，流点汗吧。吸收大自然的阳光能量，会让你的磁场变得超级强大。灵兽是鲤鱼的福气湿婆，你的感情生活迎来了热情如火的进展。单身的朋友，这周请大胆向喜欢的人释放好感；有伴侣的人，给对方一个热情的拥抱，能瞬间点燃爱火哦。灵兽是孔雀的清景湿婆，你的直觉会带领你找到最适合发光的舞台。这周如果有什么需要做决定的时刻，请相信你心里那个最阳光、最正向的选项。灵兽是角鸮的三木湿婆，你的财运大放异彩，大胆且明智的决策会为你带来丰厚的报酬。这周很适合去争取加薪，或是启动你酝酿已久的赚钱计划。灵兽是野狼的暴风湿婆，你的沟通方式充满了感染力，说话就像带有阳光一样温暖。去主动赞美身边的同事与朋友吧，你会立刻成为大家最喜欢的人气王。灵兽是黑犬的恐怖湿婆，你的社交生活超级精彩，各种邀约接连而来。换上衣柜里那件颜色最亮的衣服去参加派对吧，你绝对是全场最吸睛的万人迷。灵兽是流牛的兽主湿婆，这周的学习能量非常高昂，去报名一个充满挑战性的新课程，或是买一本能启发智慧的好书，让自己的脑袋也享受一下阳光的洗礼。灵兽是山羊的山主湿婆，
你就像是朋友群里的小太阳，这周很适合去当别人的啦啦队，给予身边低潮的朋友一些温柔的鼓励。你的光芒会照亮别人的世界。灵兽是乌鸦的始祖师婆，这周的你对自己的信念无比坚定，不要因为别人的杂音而退缩，坚持你认为正确的道路，这份坚韧会为你赢得极大的尊重。最后，灵兽是龙王的银河师婆，把夏至的阳光引进你的家里吧。这周非常适合把窗帘打开，让家里通风透气，或是换上一套明亮颜色的床扇，会让你的居家风水大加分。以上就是本周的宇宙能量气象周报的全部内容。气象本无常，有备则无患。掌握宇宙能量脉动，创造自己的精彩每一周。我是伊卡夏，我们下周见。我们的传奇，Lingam Power， GG Ranger，Lingam Power，GG Ranger，Absolutely lucky amulet，Absolutely fortune for